杜弟是一位蜡像艺术的狂热追求者，死后将这种艺术遗传到了这对连体婴身上。为了将蜡像艺术发扬光大，他们化身恶魔做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，开始狩猎活人，将受害者活生生的制成蜡像。整个小镇的居民无一幸免，都成了这些恶魔的艺术品。栩栩如生的蜡像之下，竟是腐烂的真人血肉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恐怖蜡像馆。1974年这天，一位母亲正在用蜡像做着面具，男孩在旁边安静地吃着早餐。这时父亲将另一个孩子强行带进了屋里，夫妻两人合力才将男孩绑了起来，最后母亲狠狠一巴掌打在男孩脸上。时间来到2005年，一群大学生正准备去另一个城市看一场精彩的球赛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他们决定走小路，找个隐蔽的地方露营一晚，第二天再去。到达露营地后，金发美偷偷告诉小美自己怀孕了，她怕男友小黑接受不了，打算看完球赛再告诉他。搭好帐篷后，三个男人玩起了橄榄球，一不小心把球传到了尼克脚边。当小帅过去捡球时，尼克直接把球扔给了小黑。小帅认为他在故意挑衅自己，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，小美发现后及时制止了两人。尼克是小美的哥哥，看到他为了男友来顶撞自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把他偷车被抓的事怪到妹妹身上，责怪他没有在警察面前帮他撒谎。小美直言哥哥不够成熟，无论他做错什么都会怪到别人身上，最后两人不欢而散。这时一阵强风吹过，空气中飘来一股巨臭的味道，他们怀疑那边有腐烂的东西，因为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谁也没当回事。当两对情侣玩得热火朝天时，突然一辆汽车驶来，刺眼的远光灯正对着他们，大家喊着让他离开，对方却没有回应。这时尼克起身，一个酒瓶砸碎了对方的车灯，这才慢慢的离开。他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，其实越安静的人越是可怕，这种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及他的底线，一旦爆发出来，会有无法控制的后果。深夜他们都睡着后，一个人偷偷来到他们帐篷前，对这些人产生了一些念想。第二天醒来后，他们准备继续赶路，小帅却发现发动机的皮带断了，很明显这是人为造成的，他怀疑是尼克捣的鬼，但没直接说出来。小美在树林方便后，又闻到了那股恶臭味，两人循着气味找过去，小美失足直接滑下了山坡，这里堆满了各种动物的尸体，中间还插着一只手。小美被吓尿了，开始大声呼救。小帅赶到后急忙把她拉了上来。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，男人下车后从车上卸下一只鹿的尸体。小美问他坑里的手是怎么回事，男人走上去直接将它拔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假手，让大家虚惊一场。小帅问男人附近有没有加油站，他要买一根发动机的皮带。男人表示可以带他们去前面的小镇上，小包就是加油站的老板，他那里应该就有。小美决定和小帅一起去买皮带。上车后，男人一边开车一边色迷迷地盯着小美，车上的环境加上男人诡异的眼神，让他们感到十分不安。这时男人将他们带到一个水沟前，让两人的恐惧感再次上升，于是两人坚持下车自己走去小镇。下车后，男人一直盯着他们，久久不愿离开，他们被吓得头也不回，直接跑到了小镇上。来到加油站后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这时金发美打来电话，说他们遇到了堵车，比赛肯定赶不上了，决定原路返回。挂断电话后，小美决定去教堂打听一下。推开门后，发现里面正在进行一场葬礼仪式。男人追出来批评了他们的莽撞行为，看到小美后火气瞬间消除。后来得知他就是加油站的小包，小包知道他们的来意后，决定先处理完葬礼，30分钟后在加油站等他。这时旁边的蜡像馆勾起小帅的好奇，来到蜡像馆门前，小帅用钥匙捅了一下墙壁，发现整个展馆都是用蜡做的。尽管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标志，小帅还是闯了进去。让他更惊讶的是，这里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桌椅板凳还是楼梯地板，都是用蜡做的，唯一不是蜡像的就是电影片头那个小孩的参影。小美发现这些蜡像全都出自一个叫文森的人，而且从现场的灰尘来看，这里应该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原来这些蜡像都不是一些名人，他们空洞的眼神，瘆人的微笑，再加上这种冷清的气氛，让小美感到越来越恐惧。一转身，一个面部扭曲的蜡像出现在眼前，小美被吓一跳，哭着跑出了蜡像馆。他们来到加油站后，发现小包还没有回来，小帅便直接冲进去翻找起来，找了半天，唯独没有他需要的15寸皮带。这时小包突然出现，说他家里还有存货，叫他们一起去拿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包向他们介绍了蜡像馆的事。杜弟是个很有名的艺术家，
过去有很多人都会来欣赏她的蜡像。后来她生了一对连体婴，作为医生的丈夫因为私自做了分离手术，被吊销了执照。后来杜蒂得了脑瘤，不幸去世，丈夫因为无法治愈她而悲伤不已，最后自杀身亡。2个孩子也被送到了孤儿院。听完这段悲伤的故事，也来到了小包家。小包非常热情，说拿完皮带会亲自送他们回去。小美毫不客气，直接坐上了汽车。小帅来到楼上后，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独自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看看奇怪的动物标本，摆弄着神奇的医疗器械。这时楼下的小美突然发现这辆车就是他们那天晚上遇见的那辆，赶紧按喇叭通知小帅离开。这时屋里的灯突然熄灭，一把剪刀伸过来，直接剪断了小帅的脚筋。小帅爬到墙角后，再次遭到小包的袭击，晕了过去。小美感觉小帅凶多吉少，赶紧给金发妹打去电话。可小黑正准备和他锻炼身体，将金发妹抱进了帐篷，无人接听，只好语音留言。这时小包从房间走了出来，小美已经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，直接上车锁好了车门。这时小包也露出了邪恶的鬼脸，直接砸破车窗，一把抓住了小美。小美直接启动汽车，一波操作后将小包甩了出去。小美准备开车离开，汽车后轮却掉入了深坑，只好扔下汽车向小镇跑去。镜头一转，面具男拖着小帅通过走廊来到了一间地下室，给他安排了一套全身宝剑，强身健龙，最后将他固定在特定的支架上，滚烫的蜡油喷涌而出。小帅被做成了活体蜡像。小美这边直接跑到教堂寻求帮助，发现里面的人全部都是蜡像，而且都是用真人制作而成。这时小包也追了过来，小美害怕的躲在神父当下。小包看到地上的断臂后，更加确定了小美的存在，开始在教堂里翻找起来。小包越来越近，小美被吓得直接冲出了教堂，最终还是被小包抓了回去，将她带回加油站的地下室里，并且用502粘住了嘴巴。此时尼克和卷毛哥也来到了小镇上，开始分头寻找小美和小帅。尼克来到加油站后，正好遇到了小包，便向他打听起小美的下落。小美听到尼克的声音后，用力挣脱椅子，将手指伸出透气孔发出信号，可发现的人却是小包。他假装系鞋带剪掉了小美的手指，小美忍着剧痛撕开嘴巴，向尼克发出了求救。尼克听到后马上做出了回应，冲进加油站封锁了所有门窗，一脚踹开地下室的房门，成功救出了小美。卷毛哥这时已经来到了蜡像馆，在一架钢琴前发现了被做成蜡像的小帅，他用手轻轻抚摸小帅的脸时，一块皮肤就掉了下来，这种皮肤撕裂的疼痛感让小帅流下了眼泪。当卷毛哥不知所措时，一个面具男从后面砍了过来，卷毛哥拔腿就跑，直接滚到了地下室里。面具男不紧不慢来到卷毛哥面前，手起刀落结束了他的生命。小黑和金发美这边还在继续着热身运动，关键时刻音乐突然停止。小黑出去看音乐时，终于看到了小美的留言，知道他们遭遇不幸，露出惊讶的表情。金发美关灯后准备小黑的到来，可打开帐篷的却是面具男，他急忙逃出帐篷，发现小黑已经遇害，拼命奔跑后躲进了一个废弃工厂。面具男对这里更是了如指掌，和金发妹玩起了猫捉老鼠，最后隔着一辆汽车直接带走了他。现在只剩下小美和尼克2人，小美手机丢了，他们要再找一部电话才能报警。这时小美突然想起逃跑时那个从窗户偷看的人，当他们再次来到窗户前，发现那个人也是一个蜡像，窗帘也是被机关控制的。这下他们终于明白，整个小镇的人都被他们做成了活体蜡像。在报警之前，他们要靠自己对抗这个恶魔。随后他们来到一家野外用品店，从里面找了些武器。这时小包拿着猎枪追了过来，两人急忙跑进一家电影院。小美假装蜡像一动不动坐在观众中间，尼克拿着武器藏了起来。小包追上来仔细观察一番，最终还是发现了小美，两人趁机逃出了电影院。小包追出来后，尼克守在门口一箭射晕了小包。随后兄妹2人来到小包家，准备寻找手机继续报警，手机没找到，无意间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一些报纸和照片。原来杜蒂夫妇当时生下了一对连体婴，弟弟半张脸和哥哥的后脑连在一起，丈夫自己给他们做了分离手术。小包是哥哥，因为伤到神经，从小就脾气暴躁。弟弟叫文森，也就是面具男，从小不爱说话，乖巧懂事，完全遗传了母亲的基因，具有制作蜡像的天赋。这时双胞胎兄弟全都回到了家里，小包告诉弟弟，还有2个人，我们就能帮母亲完成这伟大的作品，到时候母亲一定会为你骄傲。尼克和小美发现他们回来后，悄悄躲进了黑暗的地下通道。尼克发现这里有很多开关，开始
始摆弄起来。原来这些开关控制着整个小镇。小包在处理伤口时，突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照片，然后看到小镇上闪烁的灯光，脸上再次露出邪恶的表情。知道两人已经躲进了地下室，这时尼克发现了被做成活人蜡像的卷毛哥，本来想救出自己的朋友，轻轻一碰却弄断了他的头颅。这时面具男追了过来，尼克急忙推倒正在燃烧的蜡油，形成一道火墙，堵住了面具男的去路。兄妹二人冲出地下室后，来到了蜡像馆，在这里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男友。可现在不是煽情的时候，尼克拉起小美就往外跑，来到大厅正好撞见了小包。此时室内的温度逐渐升高，整个蜡像馆开始融化。两人经过一场激烈的决斗后，尼克占了上风。这时小包又拿出一把武器，给他大腿来了一刀。小美看到哥哥受伤后，战斗力突然爆表，用棒球棍将小包的头打成肉馅。面具男追过来，正好看到小包被打得惨状，直接追向小美。小美逃到2楼躲进一间卧室，刚将婴儿车堵到门口，一把锋利的刀就刺了进来，切开了两兄弟的连体蜡像。紧急时刻，尼克冲了进来，直接将面具男扑到了床上，一把拨开了他的面具，里面藏着一张更恐惧的面孔。两人僵持中，尼克让小美用他腿上的刀来解决面具男。小美明白哥哥的意思后，毫不犹豫地刺了过去。尼克一把将他推到融化的地板上，正好掉在了小包身上。连体婴再次合二为一，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。此时整个蜡像馆开始塌陷，兄妹二人被困其中，可是天无绝人之路，最后二人挖开墙壁，成功逃出了蜡像馆。这时蜡像馆也完全融化。第二天，警察根据滚滚浓烟发现了这里，一共查出70多具尸体。这时警长接到一个电话，他们查看了杜迪的资料，他不止2个孩子，还有第3个。这时坐在救护车上的小美突然看到那个熟悉的面孔，和连体兄弟的小狗亲密地坐在一起。小美突然意识到，小镇上除了连体兄弟，第3个活人也就是他了。原来他就是杜迪的第3个儿子。